七国集团财长会13号在日本闭幕。尽管会前外媒频频炒作所谓中国经济胁迫或会成为本次会议重点，但从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来看，并未提及有关内容。这与此前美西方媒体的预告大不相同。这显示在谈到钱的问题上，七国集团还是相当务实的，都保留了与中国经贸合作的空间。不过，有美国官员透露，本周接下来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广岛峰会上，或将发表有关经济安保的附属声明，其中会有专门针对中国的部分。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七国集团财长会联合声明涉及同意控制通货膨胀、帮助有关国家强化金融体系、重申对俄制裁、合作建立更稳定、更多元化的清洁能源供应链体系等内容。尽管会前炒作多日，但声明却对中国以及所谓出于政治目的的经济胁迫只字未提。美联社认为，七国集团财长会与会官员努力避免对中国进行公开批评，显然是考虑到世界上多数国家都与这个日益崛起的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保持着良好关系。还有分析指，尽管美国有意给中国贴上经济胁迫的标签，但具体对策一时还无法出台，因为各方意见难以统一。七国集团并非铁板一块，一旦招致中国的强烈反对，就会损害到有关国家的利益。美国财长耶伦在会上提到，应该对对华企业投资进行针对性管制。这一说法与美国媒体近期炒作的白宫将推出针对中国企业的新限制措施一致。但德国和日本对此持保留态度。有日本官员私下表示，不打算针对特定国家进行管制。德国《每日导报》则提到，德国期待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就未来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达成共同立场。德国总理舒尔茨希望呼吁将风险最小化，而不是与中国脱钩。是在今后5年内，中国的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可能是占到了22%，第二位的是印度，占到12%，而美国是第3，只占11%左右。G7 成员国中，不同的国家与中国保持着不同程度的经贸联系，这个经贸关系的密切程度不同，也使得他们之间彼此对中国的这个态度不完全一致。观察指，这场财长会更多的只是为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首脑峰会做准备，因此联合声明未提中国，只是时机上的有意避免，不排除七国集团已经酝酿好在广岛峰会上发表有关经济安保的附属声明，强调反制经济胁迫，维护供应链韧性，并实现所谓的公平竞争，并在芯片和稀土等领域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在15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直言，经济胁迫这顶帽子毫无疑问是美国最佩戴。美国胁迫有关国家对中国大搞经济脱钩、科技封锁，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绝不是什么公平竞争，而是严重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世贸组织规则。如果七国集团国家真正关注经济安全的话，就应当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以国家安全为名行打压、遏制他国之实，停止滥施单边霸凌行径，停止胁迫盟友搞排他性小圈子，停止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停止将世界分裂成2大市场、2套体系。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媒体问及关于G7广岛峰会或将发表经济安保的附属声明，其中点出要摆脱对中国依赖。我注意到发言人直截了当地列举出3个事实予以回应：第一，如果真正关注经济安全，应当要求美国不得以不断提高债务上限方式解决国内的债务违约；第二，应当立即查明盐城北溪管线的爆炸案真凶。第三，日本作为G7轮值主席国，同时也是广岛协议的受害者，最应该有切身体会，不要为虎作伥，不要做经济胁迫的同谋和帮凶。外界注意到，本次七国集团财长会召开有3大重要背景，分别是全球性通胀及需求下跌，美联储持续加息引发多家银行倒闭，美国债务违约的风险仍在持续增加。如果未能调高或暂停实施上限，美国最快6月1号就将再没有资金偿还到期的国债，出现违约危机。11号，耶伦在参加七国集团财长会时，就再次敦促美国国会对提高债务上限达成一致，否则会严重损害我们的信用评级，引发经济和金融灾难，严重破坏美国和全球经济，且可能削弱美国的全球经济领导地位。据悉，美国总统拜登计划16号再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讨论，他对此表示乐观。
I remain optimistic because I'm a congenital optimist, but I really think there's a desire on their part as well as ours to reach agreement. 虽然拜登非常乐观，但全球多位经济学家和银行业者纷纷发出警告。信贷评级机构穆迪研究助理主任伯纳德预计，若美国债务违约持续时间长达数周，将造成2008年金融危机级别的经济衰退。31.4万亿美元巨量美债牵动着全球金融市场和万千投资者的心脏。目前，大约70%的美国债务由美国银行系统持有，剩余的30%由海外投资者和别国中央银行持有。其中最大的美债持有者是日本，一旦美债违约，美元信用将严重受损。美债是支撑美元体系闭环的重要因素。若美债价格下跌，引发减持浪潮，美债买家的不足将导致出现流动性危机，直接制约美联储执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使得全球各央行努力控制通胀的难度进一步上升。美债作为一种资产，对全球配置资金的吸引力下降，还会对美元资产的吸引力产生影响，导致美元大幅贬值，引发汇率的混乱波动。目前，美元强势地位下降，已经引发多个贸易大国采用本币互换方式来进行国际贸易的实践潮。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问题迫在眉睫。美国总统拜登曾一度暗示，可能因此缺席即将在日本广岛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不过，白宫发布最新消息指，拜登将按计划于17号启程赴日本广岛线下出席峰会。访日期间，拜登将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并预计举行美日韩3边会谈。此次7国集团峰会将讨论哪些重点议题？日本作为东道国，给本次峰会设置哪些议程？美日韩合作升级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来看看报道。距离7国集团广岛峰会召开仅剩几天，美国白宫才在当地时间14号确认，总统拜登将按计划出访亚洲，出席7国集团峰会，并于18号当天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拜登也证实将赴日本。Do you think you'll be able to leave for the G7? That's my plan as it stands now. 上周，由于拜登就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上限问题与国会众议院的第2轮谈判失败，他曾暗示很可能放弃赴广岛参会，而改为线上参加。日本舆论当时一片哗然，共同社指日本备受煎熬，并表示美国总统是否出席某次国际会议，一直以来都是衡量其对会议举办地关注程度的指标。7国集团峰会被认为是日本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说，日本将与美国在7国集团广岛峰会密切合作。对于18号在峰会召开之前举行的美日领导人会谈，共同社指出，如何应对中国将成为讨论重点。此外，还将谈及美日同盟和乌克兰危机等热点问题。日媒认为，日美领导人安排在7国集团峰会开始前举行首脑会晤，旨在就对华政策对表，以更加团结的方式出现在7国集团的会场。日本作为本次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负责列举会议议程，但不少分析认为，由于美日的特殊关系，本届峰会的议程实际上就是按照美国的意思来办理的，而日本则启动外交机器，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宣传。日方将应对中国列为重要议程。7国集团本是主要工业国家会晤和讨论经济议题的论坛，但日本广岛峰会却首次将经济安保作为核心词汇，并试图与中国进行绑定。日本媒体报道称，作为东道国，日本还在峰会前做出最后的努力，游说其他成员国在2023年底前启动一项新的供应链计划，以实现去中国化。令美西方颇为意外的是，刚刚结束的7国集团财长会发表的公报中没有提及中国二字，但7国集团峰会公报大概率将有专门的章节来针对中国说事。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峰会期间7国领导人将发表一份关于中国在全球各地经济胁迫的声明。路透社认为，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中国将在本周广岛峰会上占据重要地位。所以我认为，在大方向上，还是美国在一些问题上在主导G7的一些方向和议题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比如说这次的这个公报上没有提及中国，也体现了他们内部的一个分歧。除了经济议题，日本更关注的还是军事方面。在4月的7国集团外长会上，日本将地区性挑战列为首要议程，并将欧洲安全和亚太安全捆绑，还大肆炒作台湾问题。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已经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
外界认为，配合美国推动美日韩三角军事同盟成型，是美国交代给日本的重要任务。日本已经利用东道国的便利，邀请并非七国集团成员国的韩国参会。韩国总统府14号发布消息称，尹锡悦将以受邀国领导人身份参会，并于19号至21号访问广岛。期间，美日韩三国将举行首脑会谈。韩国总统府称，三国预计将就加强合作展开磋商。值得警惕的是，除了朝鲜半岛问题，这次美日韩峰会还将为拜登政府组建对抗中国的联合阵线提供机会。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美日韩峰会也是近期日韩两国穿梭外交的延续。自从去年尹锡悦上台以来，快速倒向美国，近期访美签署的华盛顿宣言甚至扬言要引美国战略核潜艇来朝鲜半岛。他还极力修复与日本的关系。目前，日韩领导人已经恢复了中断12年的穿梭外交。但岸田在首尔访问时再次拒绝就二战强征劳工问题向韩方道歉，仅以个人名义表示心痛，引发韩国民众的强烈不满，批尹锡悦是在进行对日本屈辱外交。就在尹锡悦赴广岛前夕，日本现代经济杂志网站又爆出，一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议员透露，岸田访韩期间与尹锡悦的会谈内容是由拜登政府编导的。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称，日韩双方事前都被提醒要向美国展示出双边关系的改善。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孙希辉向深圳卫视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心诉求是维护和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因此美国致力于联合日韩盟友，促进日韩和解，加强美日韩三边合作，以此作为恶华抓手。但日韩两国与美国之间的温差仍然不小。在涉朝问题或对朝政策方面，美日韩三国现在已经基本上可以做到同步同频。那么在对华的问题上，三国在不同领域中是有差距的。比如说在政治领域中，那美日韩三国的态度应该说是日益的在接近。那么在经济领域中，三国存在着明显的温差，尤其是韩国。那么在安全问题上，三国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这方面最大的差距呢，还是在韩国，因为韩国是处在朝鲜半岛，而朝鲜半岛是中国这个邻近的这个一个区域。所以呢，以上的这些因素表明，三国在对华问题上很多领域中是无法实现同频公布的。韩国《韩民族日报》近日发文批评日本政府对历史缺乏反思与忏悔。文章指，日本刻意选择在经历过二战创伤的城市广岛举行峰会，呼吁不让原子弹爆炸这种悲剧重演，却对自身的殖民统治、侵略亚洲的历史问题视而不见。日本国内的反对声也层出不穷。13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赴广岛视察峰会的准备情况，但当地民众却举行集会，强烈反对此次峰会，并打出醒目的"不要七国集团峰会"的标语。日本市民团体和平仓库理事木原茂夫指，七国集团成员国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联合军演，日本还鼓噪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既荒谬又危险。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本周在日本召开的G7峰会已放话要发表所谓经济安保附属声明，强调反制经济胁迫。您对此有何前瞻？好的，主持人。那么G7财长会呢，已经在日本的新泻落幕。尽管会议声明呢，并没有明确的指向中国，但正是在这一次财长会上，美国财长耶伦已经预告，那么即将在广岛召开的G7峰会将会讨论所谓的经济胁迫议程，它的矛头所指，毫无疑问正是中国。换言之，G7峰会将会在国安牌之外，还要对华打所谓的经济牌，或曰经济安保牌。那么后者呢，其实是日方作为东道主专为中方设计的一顶大帽。那么耶伦在记者会上他说的很直白，G7成员国将商讨如何反制所谓中国经济胁迫的议程，也就是他口中的 How to counter China's economic coercion。那么当然了，耶伦他也并不讳言，美方推动G7在经济安保议程上的具体的发力点将是所谓的供应链安全。此前呢，美西方媒体已经在炒作，美方可能在本次广岛峰会期间宣布针对中方聚焦芯片以及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的最新的投资限制措施。最大的悬念不是美方会不会宣布限制令，
那么这实际上已经成为明牌。更大的悬念还在于美方的限制令会在多大程度上裹挟其他的成员乃至更多的发达国家来参与。之所以强调在G7之外要裹挟其他发达国家，那么这也是美国的另一张名牌。路透社前天发自布鲁塞尔的电稿就称说，在G7峰会之后，美国将会于本月30日至31日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的第4次会议。国务卿布林肯与欧盟委员会的执行副主席兼竞争事务专员叫维斯塔格将会共同来主持。路透社就称，这一次会议将会聚焦所谓的中方非市场行为，并且呢协调对华芯片以及其他敏感产品的出口控制。所以啊，这也是很值得中方重视并且警惕的一个态势动向。今天，发言人汪文斌在外交部记者会上严正回应，经济胁迫的帽子美国戴最合适。七国集团应要求美国停止将世界分裂成2大市场。您对此如何看？我认为汪文斌今天道出的是世界，尤其是美西方业界的一个共同心声。论经济胁迫、搞贸易与技术霸凌、搅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美国呢确实当得起世界头号颠覆破坏者的恶名。且不说今天汪文斌谈到的美方以广场协议霸凌日本经济与金融利益的往事，那么就说这一次啊，也获得东道主邀请参加G7峰会扩大会的韩国吧。那么韩国总统尹锡悦刚刚访美归来，朝鲜日报在他赴美之前曾经刊出社评文章，它的标题是美方要求韩企为风华做出牺牲，应该以保全损失为前提。那么韩报就在吐槽，韩国半导体企业在遭遇严重的半导体萧条之际，还被迫配合犹如雷区的美国芯片法案，可谓是苦不堪言。那么如果再遭到中方反制的话，势必会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那么这一次尹锡悦他在广岛还会听到让韩企苦不堪言的最新的坏消息吗？汪文斌说，7国集团应该要求美国停止将世界分裂成2大市场。事实上呢，在G7财长会的会场内，早已经有美国大咖在就此大声疾呼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他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是美国经济学界的重量级人物。他上周受邀在新谢参会期间呢，就接受了法新社的采访。他警告，美国对华的敌对政策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分裂风险。那么斯蒂格里茨就为此呼吁其他成员G7的这些个成员应该上前向美施压，对美直言，你的所作所为正在让世界分裂成2大阵营，这让我们很难搞。日本作为峰会东道主，近来瞄准中国搞了一系列动作，您又是如何分析？日本的一个底牌很清楚，那么正如美国《时代周刊》上周封面所言，就是要提升日本的安保地位，走所谓的强军之路，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强硬姿态。所以这段时间以广岛峰会作为契机，日本的忙于进行各种表演，而且呢都是将矛头指向中国。上周我在节目中也讨论了日本外相林芳正接受美国 CNN 专访时的所谓独家确认，也就是呢要迎来北约开设东京联络处这样一个非常事态。汪文斌在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曾经就此犀利质问，那么日本是否要充当北约推进所谓亚太化的急先锋呢？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林芳正他在访谈中鼓噪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祸心。那么还是这位日本外相，上周末他又飞往了斯德哥尔摩参加欧盟与印太国家外长的对话会。他13号在瑞典首都再度将矛头指向中国，鼓吹俄罗斯对乌展开军事行动之后，日本对中俄在亚太的军事合作严重关切，据此欧洲与印太安全态势已经密不可分云云。那么日本外相的这些个说辞坐实了日方要做急先锋的所谓的嘴脸与做派。所以在即将到来的G7峰会上，包括同步上演的美日韩3边峰会，日方作为东道主，他推动的涉华议程搞涉华动作，肯定是少不了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本周呢实际上将会有2场峰会同步上演，我认为都将会深刻影响并且塑造地区的安全态势。众所周知，除了广岛召开的G7峰会之外，在中国西安，中国与中亚国家峰会也将隆重揭幕。所以这2场峰会其实呢也是在向全世界竖起了一面镜子。作为东道主，究竟谁在鼓吹阵营对抗、搞分裂世界的
小圈子、小集团，谁又在倡导协作共赢，推动地区合作多边治理？那么世界将会在对照观察中找到答案。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外交部发言人上周证实，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大使15号起将赴乌克兰、波兰、法国、德国和俄罗斯5国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各方进行沟通。外界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几天闪电访问欧洲多国，他去了意大利、德国、法国，目前正在英国。他还对英国媒体喊话称，除了武器装备，乌克兰已准备好一切。另一方面，近日欧洲多国民众反对拱火俄乌冲突的呼声越来越高。15号，英国政府确认泽连斯基已抵英国，并在首相乡间官邸契克斯与英国首相苏纳克见面。这也是苏纳克上任以来首次在这里接待外国领导人。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与苏纳克进行实质性的会面。他提到，英国在加强乌克兰军队地面和空中能力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种合作将继续。I can confirm that the UK is donating Storm Shadow missiles to Ukraine. Storm Shadow is a long-range, conventional-only precision strike capability. It complements the long-range systems already gifted, including HIMARS and Harpoon missiles, as well as Ukraine's own Neptune cruise missile. 外界注意到，就在泽连斯基到访英国前几天，英国政府宣布向乌军提供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有欧洲舆论认为，这款射程约为300千米、最远可达560千米的防区外导弹，大大突破了此前北约对乌军援射程不超过70公里的红线，对俄罗斯内陆目标构成威胁。泽连斯基当时就致电苏纳克表示感谢。英国媒体预计，这次他来英国将获得英方更大力度的支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英国已承诺提供数百枚防空导弹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将在未来几个月内交付。射程远是英国近期援乌武器的重要特点，例如即将提供给乌军的无人机的打击距离就超过200公里。此外，英国首相办公室还透露，英军将在今年夏天开始培训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16战机的技术，但目前北约尚未承诺向乌军提供这款战机。外界认为，英国很可能是泽连斯基这次对欧洲多国进行访问的最后一站。他此前已经访问了意大利、德国和法国，讨论的主要是军援问题。在首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对泽连斯基承诺，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并强调意大利将支持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的任何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在梵蒂冈，泽连斯基对教皇方济各关注乌克兰的悲剧表示感谢，但他拒绝了梵蒂冈提出的调解提议，表示必须按照乌方条件进行和平谈判，并表示乌克兰不需要调解人。法新社提到，今年2月，泽连斯基签署了不允许与普京进行谈判的总统令。之后，泽连斯基转往德国柏林。德国政府提出援乌27亿欧元的武器，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最大一笔对外军援，包括20辆黄鼠狼步兵战车、30辆豹一主战坦克、200多架无人侦察机、100多辆装甲战车以及4套 Iris-T SLM 防空系统等。泽连斯基要求德国政府提供现代化的战机，他还表示乌克兰正在建立战机联盟，但德国总理舒尔茨没有回应此事。舒尔茨表示，德国政府是除了美国之外的最大对乌援助方。泽连斯基在与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会面时留言道：“乌克兰将把和平带回欧洲，将与欧洲一道取得胜利。”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派出1架飞机前往德国接泽连斯基到第3站巴黎。法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一系列新的武器装备，包括防空系统、轻型坦克、榴弹炮以及其他武器装备和燃料。在双方的联合声明中，法国还表示，在未来几周打算训练乌克兰的几个营，并为其装备数十辆装甲车和 AMX-10RC 轻型坦克。法新社在报道中称，在大反攻前寻求更多支持的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餐。泽连斯基认为，最快今年让俄罗斯败局不可逆转。泽连斯基他的这个访问呢，显然是为了争取更多的军援，为了他筹划中的战略反攻。这些武器表面上来看是都是一些比较旧的、比较2线的武器，但是它是符合现有的这个乌军的这种整个的技术水平，也是符合现在的战场的需要的。
观察指出，去年底乌军预告的春季攻势并未发生，主要是由于北约的武器援助没有到位。此前，乌克兰媒体曝光，北约承诺的800多辆坦克仅交付了约200辆。而五角大楼近期泄密文件也显示，乌军的防空导弹将在5月底之前耗尽。乌克兰政府也多次表示，乌军已经做好了反攻准备，现在万事俱备，只欠武器。泽连斯基在前往英国之前接受采访时则表示，现在乌军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准备。In terms of how motivated our military are, we're ready. In terms of enough personnel in our brigades, we're ready. In terms of equipment, not everything has arrived yet. That's my answer. 深圳卫视注意到，泽连斯基这次访问欧洲十分突然，除了首站意大利是提前预告，其他都是临时才公布。这其中有保密的因素，但也凸显了他的目标十分明确，绕开过多的礼节性程序，就是为给乌军争取更多的武器援助。德国媒体还报道了一个细节，泽连斯基在从德国赴法国时，不慎将手机和充电宝落在车上，德国警察紧急出动为他找手机，而法国派去迎接的直升机不得不延迟起飞，其匆忙程度可见一斑。英国媒体在报道此事时评论道，节奏更快一点，拿到更多一点武器，是泽连斯基连续访问欧洲多个富裕国家的最重要目的。美国《纽约时报》认为，一些美国和欧洲官员表示，若乌克兰在反攻中取得实质性进展，将使其在未来可能与俄罗斯进行的谈判中拥有更大影响力。美国官员目前对所有要求立即停火或和谈的呼吁保持警惕。泽连斯基也做出类似表态，他强调，在击退俄罗斯军队之前，不会同意谈判。据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近日表示，乌克兰政府已经承诺只会在乌克兰主权领土范围内使用，不会用于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在获知英方援乌风暴阴影导弹之后大松一口气，因为美方并不想向乌军提供远程打击武器。俄罗斯媒体还曝光了风暴阴影的一种新战术，俄军在战场上已经发现了美国 ADM-160空射诱饵的残骸，很明显是与风暴阴影一起发射，作为后者的掩护，提高其突防效果及作战效能。换言之，一旦俄军防空反导系统开启，很可能打击的目标为诱饵弹。风暴阴影及新战术的使用效果仍有待评估。有军事观察媒体指出，最关键的是导弹的发射数量。如果英方提供的总数为数百上千枚，那么将对俄军构成较大的威胁。当然，俄军也会想方设法降低这款导弹的效能。目前，英国没有公布提供给乌方的具体数量，但这款导弹价格十分昂贵，单价为170万美元，超过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150万。在现在这个乌方可能发动大规模的战略反攻的这个背景下呢，如果说有足够数量的这个风暴阴影这个导弹的话，它可以让这个乌军的战机呢，从这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乌方掌握制空权的这个空域来发射这个导弹，然后袭击俄罗斯纵深的这个比如说弹药的集结点呀、人员的集结点呀，还有一些指挥中枢呀等等这样一些高价值的目标。相关话题来连线时事评论员宋忠平。宋先生您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在欧洲访问，不少西方媒体分析称，要武器来准备反攻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您对此如何看？乌克兰现在要发起春季攻势，其实局部已经发起了春季攻势，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条件的欠缺。一方面就是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武器装备，现在乌克兰所具有的武器装备和俄罗斯相比还处在弱势。尽管有了200多辆坦克，还有了几千辆装甲车，但这些武器装备基本上是拼凑起来的，维护保障、后勤保障其实是存在比较多的问题。其实还有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制空权。你像泽连斯基在德国就表示要成立战斗机联盟，这个战斗机联盟的意思就是需要有制空权。有制空权的话，不仅仅要靠野战防空体系和要地防空体系，还需要大量的战机。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除了波兰等国家提供米格29战机之外，其他国家呢不愿意提供包括 F-16在内的战机。还有一方面，人员的培训。之前呢，乌克兰是拥有几十万军队，大概是7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但是已经作战400多天，很多训练有素的乌克兰军队军人呢，要么是战死，要么是受伤。
还有大量的人员需要培训。尽管包括德国、英国等这些国家不断的在培训，但培训需要周期，培训需要一定的经验，尤其是实战的检验。所以人员的短缺、兵员的短缺，对于乌克兰来讲的话，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那么既然要反攻，必须要具备多个条件，天时地利人和都必须具备。所以乌克兰现在距离反攻，尤其是大规模的反攻，还是有一定的欠缺。但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不抓紧时间反攻的话，西方国家将会从大量的支援变成减少支援。毕竟西方国家所希望看到的是反攻取得成绩，至少要削弱俄罗斯，要让俄罗斯能够从战争中得到最大的损失，这是西方国家所希望实现的目标。所以作为乌克兰来讲的话，就算准备不到位，也必须要反攻，不然的话，西方国家不高兴啊。一位美国高级军事官员强调，英国援乌的风暴阴影导弹将真正改变棋局。一款武器如果真的有这么大效果，为什么北约不早点提供呢？其实啊，各位朋友，没有任何一款武器装备能够改变战争的格局。如果真要说有一款武器装备的话，那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生化武器。这种武器装备的话，确实它具有战略打击能力，或许能够改变战争的格局。但是除此之外的话，包括风暴阴影，它都属于是常规武器。常规武器无非它的射程比较远一点，大家认为风暴阴影的射程大概是在250到300公里，甚至可以达到500公里。这种射程的导弹确实会对俄罗斯的本土，尤其是境内目标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但是有一点的话，就说这款武器装备将会改变战场，变成游戏规则的改变者，这完全是夸大其词。我相信很多朋友还记得海马斯，海马斯刚到乌克兰的时候也被吹呼的是神乎其神，但是海马斯现在已经遭遇到了不少的克星。一方面的话，可以通过无人机来找寻海马斯，直接打击海马斯。另外呢，就是海马斯所发射的小口径弹药可以被无线电以及其他方式实施干扰，让它没有办法实施精准的打击。乌克兰拥有风暴阴影，它最大的效果是什么？就是可以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现在也在制定规则，也就是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反击风暴阴影。风暴阴影最大的优势是隐身，但它还是高压因素。既然如此的话，可以通过战机、防空体系、S-300、S-400导弹来实施拦截。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可以通过电子干扰的方式来实施拦截。但最大的问题就是风暴阴影如果对俄罗斯境内目标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的话，那么俄罗斯也将会反其道行之，将会对乌克兰某些重要的目标实施打击，将会导致冲突升级、战争升级，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而且既然风暴阴影是英国提供的，那么俄罗斯也会把这笔账记在英国人的头上。那您认为，在中国特使赴俄乌等欧洲5国访问之际，德国等西方国家持续加大对乌军援，目的是什么？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一个时间的窗口。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现在要打开一个时间窗口，也就是从现在到今年的10月份，冬季来临之前。作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包括英国、德国等这些国家，不断的在强调要大力援助乌克兰，争取在今年10月份之前阶段性有一个了结，就是要结束俄乌军事冲突，要鼓励乌克兰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击败俄罗斯。这个时间窗口不是很长的，如果过了10月份，到了冬季之后的话，我相信西方国家就会改变之前支持乌克兰的策略，这个是乌克兰最不希望看到的。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我们一直在促和劝谈，我们也建设性的提出来了12点和平建议。这12点和平建议呢，是建设性的、系统的、完整的、辩证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有一些西方国家，他们要把12点和平建议非要拆分，认为只需要强调维护乌克兰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不需要考虑，这个本身是不完整的。再加之中国也呼吁不要对俄罗斯实施单边制裁，单边制裁是非法的。中国为什么要去这几个国家？就是要强调我们一贯的立场，中国不是乌克兰军事冲突的当事方，我们只是希望促和劝谈，我们是希望停火，有什么事情大家可以坐下来谈，达到最终的结果。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是要以击败、削弱甚至肢解俄罗斯作为目的的话，这不是中国所希望看到的。中俄之间是新时代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们是希望能够以一种妥善的、双方多方都能够接受的形式来结束俄乌军事冲突。但作为西方国家来讲的话，他们只希望所有的和平建议都是要倾向于乌克兰。好的，也谢谢宋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继续关注土耳其大选，当地时间15号，选举进入最后的计票阶段。截至目前，3名候选人中暂时无人得票数过半。土耳其总统角逐将进入2人对决的加时赛。执政20多年的埃尔多安在选前最后一次集会上点名美国总统拜登插手大选，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15号，土耳其选举委员会主席表示，随着大约99%的投票箱被打开，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得票已超过49%，而其主要对手由6大反对党组成的民族联盟阵营候选人克勒齐达尔奥卢的得票率接近45%。如果3名候选人中暂时无人得票数过半，总统大选或将拖入本月28号进行第2轮决选。对于有可能到来的第2轮投票，埃尔多安和克勒齐达尔奥卢都表示有信心。Milletimiz tercihini seçimin ikinci tura kalmasından yana yaptıysa, onun da başımızın üstünde yeri var. Milletimiz ikinci tur diyorsa başımızın üstüne. Bu seçimi ikinci turda mutlaka ama mutlaka kazanacağız. Herkes bunu görecek. 另一方面，与总统大选同时进行的议会选举似乎已决出胜负。根据非正式统计结果显示，以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为首的共和联盟获49.35%的选民支持，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赢得多数席位，即600席中的322席。若这一结果最终得到确认，将是自2015年6月以来，埃尔多安所在的正发党首次拿回议会主导权。2017年，土耳其修改宪法，将议会制改为总统制，这意味着总统拥有更大的权力。现年69岁的埃尔多安是土耳其政坛常青树，从1994年当选伊斯坦布尔市长，2001年创立正发党，2003年出任总理，到之后当选总统。埃尔多安在每次关键选举中都取得了胜利。在2014年和2018年的总统选举中，埃尔多安在首轮投票中就以超过50%的得票率直接当选。但这一次寻求连任的埃尔多安遭遇诸多挑战，经济问题是焦点。埃尔多安创立的正发党曾推出削减开支、私有化改革等新措施，降低了土耳其的高额外债，创造了土耳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但2018年以来，受国际国内局势影响，土耳其陷入货币和债务危机，里拉汇率大幅下跌。去年11月，通胀率高达84.39%，2022年全年失业率高达10.4%。但也有观点认为，经济不景气是全球性问题，克勒齐达尔奥卢能否拉动土耳其经济也令人怀疑。对于这次土耳其大选，美西方媒体的态度值得玩味。多家外国媒体声称埃尔多安的统治是独裁，还有不少媒体在投票之前就扬言称埃尔多安的时代即将结束。对此，埃尔多安也进行了反击。Biden Erdoğan'ı düşürmemiz lazım diye talimatı verdi. Bunu ben biliyorum. Bunu benim bütün halkım biliyor. Şimdi yarın sandıklar demek ki Biden'a da bir cevap verecek. 近年来，土美关系螺旋下降，埃尔多安在执政期间与美西方若即若离的态度，让美西方的宣传机器火力全开，给埃尔多安的政敌克勒齐达尔奥卢拉票。事实上，埃尔多安本人也曾一度与西方交好，但2016年发生的一场未遂军事政变差点让其送命，使俄罗斯及时提供情报，挽救了濒于崩溃的俄土关系。事后调查显示，美国很可能是那场未遂政变的幕后黑手。埃尔多安从此改变对美西方的态度。土耳其被认为是世界的十字路口，地处欧亚大陆连接处，扼守多个战略要地。美西方军舰进出一些关键水域必须通过土耳其领海。埃尔多安政府近年来利用此战略地位优势作为筹码牵制美西方，而克勒齐达尔奥卢则主张与埃尔多安截然相反的外交战略。他曾表示，一旦他当选，将恢复土耳其的西方定位，土耳其将非常骄傲成为西方的一员。如果说这个埃尔多安他连任的话，那当然大方向不会改变，可是他一定会做微调，因为他会受到这个在野势力很大的这个影响。那反过来，如果说在野党赢的话，那这个整个的这个情况呢，就会有很大的改变。意思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变成从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较紧密，而转向美国跟西方国家。